水淹哈马斯初见成效，以色列决心摆平内外问题。乌克兰球员远走美洲，黑海舰队遭遇最新强敌，欧洲舍己救人成大义，美国着急忙提醒。这么多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今天在加沙地带 ，IDF 取得了很大进展，看来水淹哈马斯效果不错。以色列加快了包围的步伐，在贾巴利亚的周围，以军第162师与边防部队第636分队维持着当地的秩序，并随时准备应付哈马斯的袭击。吉瓦蒂旅摧毁了一座哈马斯生产军工装备的工厂，并在其中发现了数百枚手榴弹、火箭弹和 LA 导弹。加沙城的东南部也成为以军包围圈的一部分。看来 IDF 准备全面包围加沙城，让哈马斯完全深埋地下。在加沙地带的中部，以军在12月12号从萨拉丁大道继续向西北方向突进，沿着马尔马塔亨路到海边，完成了加沙中部与南部的分割。随后，中路的 IDF 继续向西南推进，意图包围汉尤尼斯。当然，合围汉尤尼斯并不是一支部队完成的。在12月8号左右，以军开始在加沙南部的隔离墙附近集结，3天后开始从东南方向向汉尤尼斯推进。截止到昨天，也就是12月12号，两支以军部队会师相距不过2公里。IDF 行动如此迅速，在大兵看来呢，主要是2个原因。哈马斯面对水淹计划没有好的应对策略，只能在舆论方面对以色列发起进攻，但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水淹计划，汉尤尼斯的哈马斯被削减到了很低的程度，不过哈马斯的圣城旅依然顽强抵抗，在汉尤尼斯的中部和北部第5街分别袭击了以军的集合地。哈桑旅在汉尤尼斯东部的阿尔扎纳地区用迫击炮给以军造成了不小的混乱，但 IDF 似乎不为所动。为了加快包围的步伐，在12月11号夜里，以色列空军第103大象中队的一架 C130G 超级大力士在城市内的战斗行动中，成功地为第89奥兹旅的士兵空投了超过7吨的军事物资，用以支援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作战。这是从2006年第2次黎巴嫩战争以来，以色列空军的第1次空投行动。可见以色列国防部对这次行动的看重，相信过2天以色列就会完成包围行动。不过他们如此迅速的行动，并非是害怕哈马斯，而是因为在以色列的北部问题更加严重了。从12月开始，以色列一直对黎巴嫩武装保持着高压态势，但这种高负荷的轰炸取得的效果并不大，而且黎巴嫩武装一直威胁着以色列，叫嚣着让以色列让出土地。再加上加沙地带哈马斯的牵制， IDF 根本腾不出手对付北部的黎巴嫩武装，所以大兵有理由怀疑，加快对付哈马斯的步伐是为了更好地对付黎巴嫩武装。12月12号，以色列向黎巴嫩政府和军方发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并要求双方坐下来谈判。当然，黎巴嫩也可以拒绝啊，但是以方郑重要求黎巴嫩政府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办事，否则以色列国防军将发动军事行动，摧毁黎巴嫩南部直至利塔尼河的所有军事基础设施。很明显，就黎巴嫩一直以来的态度呢，这事情是少不了兵戎相见的。另外，根据《经济学人》周刊的内部消息，就在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以色列时，要求以色列在新年之前完成对加沙地带的攻势。综合这些因素来看， IDF 的行动就不会奇怪他们突然行动迅速的问题了。另外，在红海的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是恢复了行动，宣布拦截一切从此经过的以色列船只。本来很多人以为有美军驻守的海域，胡塞武装是翻不起什么大浪，但就在前几天晚上，2艘商船就遭遇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也表示为此事负责。以色列在11号不得不因为袭击事件调整了国内船只的航线，这一行动呢，至少让以色列损失了30亿美元。内塔尼亚胡已经通知拜登，如果美国不打击胡塞武装的话，以色列将单独动手。这估计呢，也是以色列加快占领加沙地带的原因。国家的北部和南部都出了问题，再加上哈马斯从中捣乱，很难想象以色列将如何处理。所以快刀斩乱麻，先从解决中心问题，再解决外围问题。下面呢，咱们再去看看俄乌战场。
12月11号早上4点左右，俄罗斯用18枚沙希德导弹和8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乌克兰国防部表示，导弹已经被防空系统击落，只有碎片造成4人受伤，没有基础设施受损。可以说，乌克兰的防御系统在欧美的供血下日趋成熟，完全不是去年刚开战时俄军可以几十架卡52同时进攻的状态了。在这样的态势后呢，是泽连斯基奔波要支援的辛苦，以及抗击侵略者的决心。而且这2天泽连斯基也没闲着。12月10号，他参加了阿根廷总统哈维尔·麦利的就职仪式。第2天，他就马不停蹄地飞往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与拜登总统进行了会谈。看来谁的支援力度最大，泽连斯基还是能看得清的。有好消息就会有坏消息。匈牙利想要在欧盟的峰会上阻拦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支持，不过这事儿呢还没有定论。可是吉人自有天相，就在同一天，英国和挪威将共同促成一个新的海事联盟。英国将为该联盟的海军发展提供蓝图，2艘桑当级反水雷舰，20艘维京2栖车辆以及23艘袭击艇。英国国防部表示，2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持，包括培训、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加强黑海安全。看来乌克兰也将拥有自己真正的海军了，黑海再也不是俄罗斯人的后花园了。不过即便呢现在没有海军的状态，黑海舰队也不太敢大大咧咧地在黑海乱逛了。自杀式的无人艇让俄国海军有了不小的阴影。当然，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如果乌克兰可以拥有了支配的海上力量，也要提防成为黑海舰队的重点打击目标。不过从提供船只的供应商来看呢，乌克兰人更多的应该是高兴，毕竟在海上英国人还是很靠谱的。可欧洲人在支援乌克兰的时候呢，却忽略了自己的防御。12月11号，美媒对欧洲总体防务能力提出了质疑，认为俄罗斯有潜在的威胁，欧洲各国的放松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美国《华尔街日报》发文称，欧洲军力削弱，军火库空空如也，基本上睡着了。美国主要军事盟友和欧洲最大的国防开支国英国只有约150辆可部署的坦克，排名第2的法国拥有不到90门重型火炮，相当于大约俄罗斯每月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损失的数量。同时削减的预算和被削弱的武器工业让欧洲的军事力量空心化。俄乌冲突后更是直接暴露出风险，不止英法军力不行，丹麦没有重型火炮、潜艇或者防空系统，德国军队的弹药也只够扛住2天的战斗。荷兰2011年解散了最后一支坦克部队。冷战结束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废除了征兵制度。其实不止美国人看出了欧洲的空虚，德国负责武装部队的专员早在今年早些时候呢表示，德军什么都缺，军事基地不仅缺乏武器和弹药，而且缺乏可用的厕所和互联网。一个武装直升机部队等了10年才配备头盔。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欧洲人。英国华威大学战争研究教授安东尼金认为，由于明显缺乏威胁，加上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主导地位，欧洲系统性地实现了非军事化，因为它不需要花钱，所以他们基本上睡着了。对于欧洲大多数政府来说，想要扭转这种局面呢，是一个挑战。简单来说呢，美国人认为欧洲人生活得太安逸了，欧洲人也放心地把安全问题交给了美国，最后造成了这一现象。很搞笑的是啊，俄罗斯把乌克兰去军事化的口号把乌克兰全员武装到了牙齿，而为乌克兰输血的欧洲却被俄罗斯反向给去军事化了。本来欧洲自冷战以来逐年将军备武装的需求降低，再加上支援乌克兰，造成了欧洲国家军备相对空虚。但经过这2年的俄乌战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努力地增加自己的军备库，比如英国加大力度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德国最大的军舰建造项目，连葡萄牙都开始要造航母了。不得不说，俄罗斯亲手给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潜在对手。好了，大兵猜想就到这里，千万别当真。今天的战报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